911的时候，大家就在说这个房子倒了，里面又有保丽龙，又有沙拉油桶。那这些桶子，它在工地的作用就是取代模板，不可能说换个沙拉油桶在那里啊，我们可以当结构用。那每个人都会认为说，你看那个当时的新闻啊，都是写偷工减料嘛。那你这个房子坏了倒了，我们不能说不追究建商的责任，可是我们也要去检讨说，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前阵子台湾一直发生地震了，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很担心自己住的房子很危险，或是不知道如果要找安全的房子要怎么找。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结构技师施忠贤先生一起来解答大家的疑问。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里呢？第一点施技师呢有超过32年的职业经历，精通结构设计啊、耐震补强、古迹修复。现在呢在台南结构技师工会担任理事长。第二，他曾经担任过成功大学、中央大学、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兼任助理教授。第三，他也参与过维冠大楼、花莲地震、土耳其地震等等的勘察，拥有丰富的震后勘灾经验。那今天呢，我们会来问问施技师该怎么样判断房子有没有结构上面的疑虑，什么样子的房子要特别小心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祺七七频道，我们简讯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行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那就请我们的施技师简单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施忠贤，是结构技师啊。结构就是专门负责一个房子的安全，就像我们人体的骨骼，你可以站得起来支撑你的身体，就是靠骨骼来支撑我们的重量。那结构呢，就是在建筑里面把这个房子撑起来的最重要的部位。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还有我们的计划委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那因为地震完后很多房子都会出现损伤嘛，那我今天就有准备一些照片，那想说来问看技师，就如果房子出现这些照片的话，有没有需要担心？那首先是第一张照片，家里面的一根短梁出现了2条裂缝，这感觉很常见耶，这个我可能会忽视它，这样会很危险吗？你答对一半了。一般的梁我们会发现就是这种左边跟右边刚好形成一个8字。因为梁的两端它受到的剪力是最大的，所以它如果被剪坏，就像这样子，两端会有剪力裂缝。那什么样子梁容易产生这种剪力裂缝呢？是越短的越容易发生，我们叫短梁效应。剪就是这样这样子叫做剪，有一对力量不同方向这样子让它变形，变成平行四边形。那这个裂缝没有说非常严重，因为它裂缝像这样子看起来没有超过3毫米，可以很快被修复的。可是不可以忽视它，你要把它抗剪的能力再把它补回来。你忽视它，下次它就变成大的裂缝。接下来是这一张，这个上面刚刚有讲到有很多，可是梁上看起来一点点，这可能还好吗？我们是希望说墙坏掉，那梁柱不要坏。对这个已经上到梁已经你看有4条很明显的斜向裂缝，对，就是它裂缝一直延伸上去。那梁它抗剪能力不足就被剪坏了。那接下来就是轮到柱子了。观念很简单，就是你变形越大，它的这个构件就可能受损。没有变形它就不会坏。那墙呢把它撑住，所以这个梁柱不大会变形，它就不大会坏，墙一定先坏。那墙坏了以后呢，梁变成会变形，梁就会坏。梁坏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柱子了。现在这一栋刚刚好柱子还没有，如果这个地震再久一点，它可能连柱子都被你摇坏了。所以这个是要赶快修复可是它不会有立即崩塌的危险。最后一张
这个应该蛮明显哦，这就是不敢，一样是柱子的问题，而且它柱子都变形，钢筋也露出来了。这是今年4月3号地震发生以后我去花莲勘灾拍的照片因为这一次地震以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叫做软脚下陷。对，那时候有很多栋都是这样子10栋倒了，9栋都是属于软脚下，这个就典型的软脚下。那可是这个一楼它本身就是墙体，相对于楼上是很少又特别高，所以它特别软又特别弱，叫做软落层、软脚下。就是这一种，它不但柱子受损，而且你看它钢筋歪曲扭趴，对，就是它房子其实有掉下来了。那这个不仅仅是人要跑出来，而且不可以进去，它可能在余震就倒了所以我跟他介绍完了，过了几天我回到家里，这一栋就真的垮了。同在花莲大楼。那所以说，就是在地震过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这个房子安不安全？自己想要观察的话，我应该要观察哪些点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房子已经倾斜了，那是不可以再住人了，有可能会倒下来。如果只有墙体坏掉，它不会倾斜梁坏掉，它就开始倾斜了。等到柱子也坏了，它一定很明显的倾斜。那我们通常去勘灾会先看什么？像我一定先看墙。如果你外围绕一圈看到那个墙都是好的，基本上不可能有大问题。因为你刚刚说墙是算是领先指标，就是最早会坏的那个。第一个会坏的。那第二个就是说，通常一楼它也会先坏。OK， 因为它受到地震力是最大的，它根本没有墙那就可能看梁跟柱。如果连墙都找不到一道裂缝的话，应该这个房子不大可能会有问题如果裂缝还跟我们刚刚讲的那已经延伸到梁了，或者甚至说已经贯穿了那看到外面的光线程度不太一样，可能会说你需不需要暂时的搬离，把它修好再回来，就要研判要不要贴黄单贴红单如果说没有就抢着一些小裂缝那可能未来的余震也不会那么大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说你这个就是继续住没关系，可是你要去把它修复，以免未来又有更大的地震，还是说余震很大也有可能会倒塌。那如果是住在公寓或是大楼，会有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吗？一般我们对于自己家里地震完通常都会有些小裂缝，其实早就发生了，那地震完以后就会去发现它可是有一些地方大家都不去关心它，常常是楼梯间或者是地下室公共空间，地下室的柱子已经都裂了爆了，那当然这个可能不是1天2天的事情，大家都不下去震后才发现说这个不补不行柱子已经混凝土都掉下来了，会常常发现这一种。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楼层会需要检查的？我们现在就是会评估有没有软弱层，软弱层可能是在1楼，像1楼我们都会做店面嘛，所以它可能就变成软弱层。OK， 那可是也有那种案例是在3楼的。为什么是3楼？我就刚去花莲华尔街大楼，它是发生在3楼，为什么呢？因为3楼是一个闲置空间，在这都没给康。那4楼开始又有住家，可是1、2楼呢，它有很多店面，可是这店面是隔成一间一间的，所以它变成软弱层在3楼，是很特别的。3楼坏的密密麻麻，你走进去都会到处都是混凝土，那一般都是在1楼。那如果像我等一下回去就发现说我住的地方真的有点不安全，那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我们会评估它，如果是一个软弱层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去跟内政部申请一个叫做软弱层补强的专案，政府可以补助。那常见这些耐震补救方法有哪一些啊？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墙我们把它加厚，经济又实惠的，而且对我们空间影响很小的，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或者说这里有一道砖墙，我们把它改成 RC 墙，这样子它可以提升很多的耐震能力。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开口稍微变小，窗户变窄一点，门变窄一点的话，就会有一些叫做异墙的补强，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耐震能力呢，它虽然没有像整道墙那么强，可是它还是有贡献。所以说你耐震能力不足，体质很好，就用异墙就可以了，不需要整道墙都封起来。封起来毕竟可能会影响光线通风。那再来就是把柱子直接加大，柱子直接加大叫做扩柱。可是这个工法是很好，你扩大了以后呢，每个方向它都有贡献。可是问题是它会影响到你的使用空间，可是它效果很好。另外一种补强工法像我们这一次花莲地震倒下来旁边还有另外一栋立享的酒店，2018年有一个0206花莲地震，也是倒了很多房子那这个立享他就花了钱做了 BRB 的斜层补强。那隔壁那天王星大楼呢，它也被贴黄单，可是它就是把裂缝呢割改勾勾它没有提高它的耐震能力。所以这次地震来了，结果一个倒了一个好好的，就在邻居所以每个人一看隔壁有这波我们就当波做快这种都可以那这样耐震补强完成之后，这个房屋的安全性是可以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是希望
就提升到目前法规规定的内置能力。那可是这样子的费用会很高，工期啊，或者是说对你的使用可能影响也会很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内政部他们才会有刚刚讲的落成补强，针对落成软落成来做补强而已，他没有帮你整体全部所达到法规的内置能力，可是它可以让你提升你的内政能力，至少说它可以确保软落成可以让人有足够时间可以逃离，这样子这还是蛮重要的，是变成一个折中方式啊。那我另外还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说找房子你要找921之后盖的才比较安全，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大多数是这样子。921是我们大概经济也起步以后，1999年的人口达到一定的数量，有很多大楼了，到了死的人是有2000多人。那时候的规划，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个不是很完整啊。那时候呢，他就马上公告了一个版本，就是说我们以前不觉得你这里是个强震区，结果发现这里才是真正强震区。车龙埔断层原来有这么长，所以它沿线就会变成有很多强震区出来，就是马上就提升它的内政能力。所以你如果是921以后设计盖的不一定哦，它可能是在921以前就设计好了，那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内政能力。那你从中震区变成强震区，这个法规就要求你要有更大的断面啊，更多的钢筋啊，这样子。我听说了，我的学长他做营造的，他说以前一片他用的钢筋量大概150公斤，在那个之后变成600公斤，哇，差到这么多对啊，以后那个数量是加倍了，所以就会影响很大。那可是这个规划还是持续在发展，到后来就是有考量近断层，它不是说只有强震区、弱震区、重震区这样而已，它还考量说你们家到底距离断层多远。那我们在做结构人，他就要去考量你的地质条件啊，你距离断层的远近等等因素，国家才可以规定说你要内政能力要多少所以现在就非常完整了。只要是新的房子，照现在的规划去设计出来的，几乎没有坏的。另外我还有听说过，除了要找这个921之后盖的房子之外，也要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坐落在这个土壤异化的高风险区，才不会这个地震一来然后房子就下陷。真的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只能够接触到政府会公布说每个区域的异化前示你们家是不是在那个高风险的区域。不过据我的那个理解啦，异化的条件其实很严格。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是沙地，而且这个沙地很厚。第二个，地下水位很高，那又是沙地，在地震波传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它的水的压力无法消散，就会把沙浮起来，它就让建筑物沉下去，这个叫做土壤异化。可是你这个沙要多厚呢？一般要20公尺，很厚很厚。通常我们台湾的区域很少那一种那么厚的沙地，哪里才会有呢？一般就是河边、海边。所以你们家如果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了，其实地震来都很危险。OK， 有异化，有土石流山崩。那这样子异化，刚刚的讲法是没关系，先不用特别担心，我们先把它放一边。那有需要特别避开断层带吗？这个我觉得人不可能胜天车龙埔断层实在很可怕。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那个车子我们2个技师开到那边，这条路变成一个山坡，断层就真的是这样。然后看旁边的房子东倒西歪嘛，断层上面你怎么盖房子都一样，不能盖房子我们法规也规定，断层这个100公尺以内你不可以开发，等于是赌命了，赌它不会发生。我刚刚讲到那个高楼，我顺便想问，就有很多网友会问说，好像透天厝比高楼还安全，就如果怕地震的话，就选比较低矮的建筑会比较好。技师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像921规模那么大的房子低矮的房子，或者是说我们0206台南的那个地震，其实很多低矮的房子它就整个倒了也有，不是说低矮的房子它就没有倒的可是低矮的房子，如果说3层楼，你要逃出来的几率比你们家住在10楼要冲到楼下再出来的几率是高非常多了，应该是有这一种差异性存在了，那也不能说绝对那楼高跟这个晃的程度会有影响吗？就是什么几层楼会比较晃？有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台北市，那盆地就是四周有很多山把它围绕起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房子是盖在一个烂泥巴上。像台北就以前叫做什么康熙湖，那慢慢上面的沙土流下来，就慢慢沉积，就变成一个好像平原的一个环境。那这个很软，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周期。民国75年，花莲的外海发生了3次地震，花莲基本上没有
什么损坏。可是台北市倒了很多房子，学者开始研究说，那为什么这个坡应该是越远它就越来越弱嘛？可是问题在于盆地有一个效应叫做共振的盆地效应，然后这个周期呢这么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你那个荡秋千你荡过来我帮你推过去，你如果周期都一样，它越荡越高。你如果是乱推，它反而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它反而不会那么大，很快就停下来。比如说你房子是几层楼的那一种最容易被摇坏，会共振，会越晃越大，越晃越大。别人那矮矮的反而一下就停下来，你还在那边一直摇，所以我们的规范也跟着就改了。你说100层楼的房子啊，会不会晃得比较厉害？它一定比较厉害，可是它不会坏。你这样摇它的变形累积起来，你说绝对值感觉上是比较大，因为越高它可能晃得越厉害，可是那个是绝对值。可是对我们房子会不会坏是相对的承间位移，你的承间位移很大就把它减坏。例如那个相对位移你如果是很长底下游来游去能够狗，它也不会坏。这个很难讲得通啦，结构动力学的观念。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想要住大楼好了，什么类型的大楼会需要特别小心吗？例如说大楼有的会盖 L 型、M 型或 T 型，这个会有差吗？一般的话，以结构的观念来看的话，越规则越好。不管是平面的规则性或者是地面的规则性呢，你不要说大突然变小，然后萨卡拉翘就是它都不是正交的。你想想看，那钢筋从这里要穿过去，那边要穿过来，它是不是很难做？因为它不是正交的。我现在脑中想到了一个信义区的知名建筑，一个旋转上去的建筑。不是说房子不规则它就一定危险了。它只要是针对这不规则性，它有提高它的设计，结构设计就好，它有考量这些因素啊。比如说地震台就是这样一直晃，那有个地方都不会动，有个地方都一直晃，这个叫做偏心扭矩嘛。你如果没有考虑，它就变得很危险。可是你有考虑了，你也针对这个行为去做适当的设计，在我们设计地震力还是安全的。不然每个人的房子都一样四四方方的，太枯燥无聊了。大家都嘛希望采光好、通风好，那一定会墙壁很少。对啊，因为刚刚讲到你说采光好、通风好、墙壁很少，其实就是软脚虾嘛，就是软脚虾大。那这个软脚虾大楼，对，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呢？像我们要看它的当初的设计有没有针对这一个软弱层有做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说某些柱子会变得特别大。或者是说墙壁某些地方它故意设置一些墙壁，其实墙壁就是让它刚性比较不要偏差那么大的。可是外行的人会认为说这不要不了用怕掉，可是就变成让它偏心越来越严重，不规则越来越严重，就会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另外，因为建案其实也很行，就建案里面就有很多的新建案，他们可能会强调自己像是 SC 啊、SRC 啊、RC 建筑这几种工法分别是什么？有哪几种会是比较安全的吗？做这个 RC 的厂商来，他就希望说这个 RC 其实又好用，然后又经济实惠。做钢构的人来就认为说这个钢构是最好的，它都不会坏啊。那 SRC 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结合两个的优点，又有这个钢构的那个韧性，又有 RC 的这个强度。那以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说你这个房子要盖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针对当地需要的地震力做设计。不管你用 RC 的材料去做设计，或者是用钢构，或者是用 SRC， 其实你设计出来的内震能力是一样的，要看你当初设定的目标而定，而不是说你用哪一种建材。我想再帮网友问，就有很多网友认为，就是台湾盖房子很多厂商都偷工减料，地震来的时候才会倒一堆。那技师觉得真的是这样吗？911的时候，大家就在说这个房子倒了，里面又有保丽龙，又有沙拉油桶。根据我当时的了解，有一天我去工地，我们工地人跟我说，对面的国小他们现在盖房子用沙拉油桶。我有看过那一份图，那个沙拉油桶是坐在一个管道间，管道间它要直通，从1楼通到3楼好了。那你这个用模板钉了以后呢，是不是这个模板就拆不出来了？就算是说你用木板钉做了出来，然后未来拆模的时候拆了出来，可是你用沙拉油桶会不会改变它的行为？就是拿来当模板用了，它又不需要这个空间，我们就把沙拉油桶把它拆下来，很容易拆下来或者是说不拆下来，它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用途是做造型的话，它其实大部分我看过还没有说把沙拉油桶是坐在结构的柱子或者结构的梁里面的，没有。它只是可能是拿来装饰用，或者是拿来弄到一个对，就只是单纯的造型用途。那这些桶子它在工地的作用就是这样，就是取代模板，为了造型的使用，不可能说换个沙拉油桶在那里我们可以当结构用。
这是我的那个观察啦。那每个人都会认为说，你看那个当时的新闻啊，都是写偷工减料嘛。那偷工减料当然有看到很多施工不当，或他用的材料没有达到标准，这个都是算有可能偷工减料。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就倒了？可能有一些争议存在了。你使用者去把人家本来设计的里面的那些墙，你通通把它打掉，为了要那个空间变大好用，甚至还有人把那什么柱子打掉的。那你这个房子坏了倒了，就不能说全部都是只是那么单纯偷工减料。我们不能说不追究施工者的责任或者是那个建商的责任，可是我们也要去检讨说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施宗显先生精彩的分享。那最后呢，技师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观众分享的呢？常常就是说我们在当结构技师这个行业了，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技师执行业务。我觉得我们最被重视看得到的时候，就是地震完的时候，特别是有那种灾害性的地震，大家就会开始对我们结构技师寄予厚望。我是觉得说我们平常要多关心自己的房子，比如说你要室内隔间要打，你就不要省那个钱，这个要委托给专业的人帮你做个评估，这样子呢可以确保这个公共的安全。那如果说大楼的确有问题需要补强，那大家就同心协力牺牲一下，结构把它做好，不要等到事情发生才来后悔啊。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应该有这方面的智慧。好，那这集呢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其他的更多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